大家好，欢迎来到交易之刃，打造美股交易的利刃。我们从实战出发，从数据出发，客观理性分析，帮助大家制定交易计划和交易止损策略。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分享主要是一个偏空的一个看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题目叫做迎接闪崩。那么我将用数据从咱们看到的所谓的灰犀牛和可能的黑天鹅出发，看到市场哪些看空，哪些看多，而我们为什么去判断这里有可能出现闪崩的一个原因。那么在个股方面，我们再分析几个股票，特斯拉、PayPal、英伟达还有这个 CELH。 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好，我们注意这里所谓的看空，或者说我们看有可能出现的一个闪崩，它是我们对或者说我对市场上的一个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它首先不一定是100%正确的，而造成这样的看法不是我们自己脑子里想一个所谓的多或者所谓的空，而是根据当下市场的环境、数据以及历史的表现进行综合的分析。那最后呢，我们要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如何去做这个交易，和如果错了以后那么如何应对的这么些方法。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先看我们市场的这么一个整体上来说，那么整个这一周的表现那整体都是偏红的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大科技也出现了一些分化。那么由于 Google 特别的强劲，我们到时候可以单独会讲一讲 Google 的这个走势其实在周中的分析中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了。那么 Google 的走势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强劲，是因为它整个的估值系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变性。什么叫变性呢？就是当时大家都严重的对它进行一个什么低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 Google 的前景非常不看好，很多投资者都纷纷离开，而它的新的这些产品出来之后呢，让大家呢或多或少的又重拾了对 Google 的信心，就至少告诉大家 Google 在技术这方面是没有落后的也许在商业或者说在商业决策或者说市场环境中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但是整个技术上还没有就是脱离现在这个技术，或者说脱于技术的趋势很久或者很远，所以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正面的消息，也就刺激了很多投资者在这里把资金打了进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I Sentiment Survey， 也就是说在散户方面，散户看多的情绪是出现了略微的一个增加。那么稍微增加的这些散户的看多情绪和什么呢？和增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机构或者说机构投资者他们的这个持仓。那么这些呢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利多的状态，尤其散户这个情绪现在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偏空的状态了。那么也就是当下市场中也普通的投资者对于市场仍然是担心比较多或者说不是那么的乐观。好，那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就是牛熊的一个分析。那么首先我们先看是这个礼拜的数据。首先我们看到是这个礼拜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将近14个 billion 去了什么呢 money market。 那么之前我们说5 billion 6 billion 的进场是已经非常多的钱了，但是13.8个 billion 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不然的话这里是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底部要不然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出现了对一个市场的吸血效应。可是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这一周的话，不管是 money market 也就是 cash 这个地方流入，然后呢就是 bond 也是流入的，bond 流入了6个 billion， 而且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不是小数那么还有2个 billion 流入 stocks那么这一点一会儿可以大家再讲，这个细节还非常有意思。然后 1.3 billion 呢是流入了黄金，也就是流入这些的话全都是流入的。那么我们可以知道那钱从哪来的，那就从什么呢？市场外，就是美股市场外，还有就是从一些大宗商品，还有从其他地方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增量，而且大量的资金仍然是快速的进入咱们所说的这个 money market。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短期的利息又涨了。好，那我们看看从牛的这方面来看，我们说当时我们看着 AI survey 仍然是偏低的。那么 AI survey 在比较低的状态下，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利多的状态，因为我们整个市场的情绪或者说市场散户投资者的情绪仍然在这里是偏恐惧的。那么股票回购在这周或上周是全面的开启，形成了对上涨或者说市场支撑的这么一个作用。
而且我们在这个周中的话，我给大家在周中的复盘分享中，讲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会观察到市场中有些情绪投资的出现，也就是当大盘的股票在这里做支撑，比如像 Google 支撑住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题材，不管我们说是像 Redfin 啊、Zillow 啊，还有一些 Open 啊这些房地产、个人房地产的这一块走的比较强以外，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成长型的科技股，在这一周其实表现是并不差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的是市场有一些牛市的那种意思，就是因为市场上除了看到大科技可以撑盘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回暖。还有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整个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出现的这个财报，我们分析了大多数公司的财报，都可以知道，就是财报整体上它的表现其实是并不比预期差的。虽然预期呢，我们也可以说预期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整体上来说，财报的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多的这么几个理由吧。那么看空呢，这次就有意思了。看空的理由呢，这次就非常多，我都感觉快写不下了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市场上现在只剩下大科技在挣盘，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的分析，就是关于市场宽度走得非常弱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看，为什么说在这种环境下市场是其实非常脆弱的，或者说市场已经快成一个空壳了。那么任何衰退没有被市场计价，我们已经在这里讲了好几个礼拜了，就是没有被计价现在的衰退行情，因为我们整个市场的估值仍然是偏高的。那么被动的这个买入基金，比如像 CTA， 他们称之为可以是被动，其实某种程度他们也是一个主动的这个资金，那就是它的这个卖盘还没出来，仍然是在于买盘的状态下，而买盘呢已经是衰竭了，因为他们持有的仓位非常大，一旦这个仓位出来之后呢，可能有将近将近我看了一下，大约是40个 billion 每个礼拜，或者说30多个 billion 每个礼拜，那整个这个月下来之后，这个量就非常大了，应该说是足以去把这个股票回购的量都给它吃掉。那另外一点，我们说市场宽度已经来到50以下，那么一会儿我们可以在图上具体的分析，那么还是仍然没有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者入场，这是完全没有看到的。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数据，虽然有3个 billion 的资金2个 billion 资金进入股票，但是3个 billion 进入的是科技股，那么意味着其他股票流出还有1个 billion， 也就是3个 billion 进入科技，1个 billion 还是流出其他的，所以整个是3个 billion。所以所有的资金就算买，他们也会买科技股，他们对其他的银行传产没有任何兴趣然后呢，我们说银行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现在银行的问题可以说是越演越烈，尤其是市场上我们说银行的这个存款是呈加速流出的这种状态。我们看到 money market 也好 saving accounts 也好那这些储蓄账户现在都能给出将近5%以上的利息。那么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拿到5%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来说，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没有任何兴趣会把你的钱留在银行，因为银行的利息是没法跟5%这样相比的，同时你也没有什么兴趣去投资什么股票承担这些风险那前提是当你钱比较多的时候，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收益。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可以说，就是最近又开始炒作，或者说出现了就是政府是否出现债务违约。那么耶伦其实出来很多次讲的就是在6月份可能政府的收入就出现衰竭，那么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钱，这个时候可能就还不了短期国债，那么有可能出现对于美国信用或者说美国国债信用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影响呢，绝对不会是一个小的。大家想一想，它就是如果美国的国债都不能成为一个避险或者说是非常稳定的投资资产，那么这些钱一旦出来，那么股市你想想可能吗？或者说美元这个地方也会受到打击。我们也不需要说最后大部分人都知道，但不太可能最后这些政客真的让这个市场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它首先这个争论的过程，它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就不可能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正面的，对吧？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它首先不能是一个正面的对市场的这么一个影响，它首先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它就打击了我们整个投资者对于美股美债或美元的这么一个信心。那么我们想说的是，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对我们整个的投资其实是不利的。
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最新出来的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是非常非常的弱，而且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CPI 通胀也是下不去，尤其是服务类的通胀，二手车这个地方仍然非常高，下不去。那么这个对整个市场来说就进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状态。那一方面的话，我们面对的是必须要面对一个比较大的衰退，才可能出现一个真正让通胀下去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话，你如果没有出现衰退，大家有很多人现在在市场上去 pricing 或者说定价的是软着陆，那么与现在市场的定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那么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好，我们再分享一个昨天看到或前天看到的，就是行业内部的数据，它就说到了就是 pension fund， 也就是我们说的退休金，它不是养老金，是 401k 啊这种的，它是退休金 pension 的这种 fund。那么现在的话是个超配，对股票是超配。那么这个时候他要把他超配的一部分资金啊要释放出来，比如换成 bond 呀，换成 cash 啊，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会对市场带来几十个billion的卖压，现在估算是这个数，但是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还要看更多的数据进来。那么现在看这个又带来了很大卖压，我们看 CTA 就有几十个billion，或者说如果下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股票回购，对吧？差不多1天5billion，那一年就是最大也就1天5billion，那么就是一个月就几十个billion。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如果养老金pension fund来超配，再有卖压出来之后，那么就变成了一个卖压为主的这么一个状态，对吧？然后呢，市场流入的这个 money market 的钱又超过13 billion， 那么大家的钱还是愿意去 money market 上。然后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隐含波动率在上涨，很多个股的隐含波动率在上涨的情况下，但是整个市场的 VIX 仍然是处于一个低值。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或者说我们还可以看后面再给分享其他的，就是黑天鹅指数在这个增长，其实大量的聪明钱或者投资者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个尾部效应，就是万一出现大的闪崩，或者说出现了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在不大量影响整个波动率或者说 VIX 情况下去买那种尾部影响到尾部风险的那样的期权，那么也就造成了这个期权叫 SKEW， 它的这个指数出现了一个什么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整个看下来之后发现看牛的这个理由现在是特别的少，而看熊的这个理由现在多到已经这一页都写不完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或者说我们该有什么样历史的情况是跟它类似，当下是走势是比较类似的。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在05年的这个经历，然后我们看一看跟05年那个状态是不是像，还有16年的时候，16年和15年这2年跟我们现在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点。好，那么在说之前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后面的这个数据，包括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现在来到非常低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低，就是消费者对未来往往是不看好。那么一般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都是它是股市的先行指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US Import Price Index， 那么和 Export Price， 那么整个来说这个价格都是呈现负数。那么这个意味什么呢？意味着通胀，它是通胀的领先指标。那么通胀在这个情况下应该会下来，那么意味着对于衰退的影响或者概率也在增加。好，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分析。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这张图的话是标普对这个标普 Equal Weight， 也就是平权标普的一个变化。那么可以看到它明显的是什么呢？就 Equal Weight 就是平权标普，它明显走的是比标普弱。那么那下面的话也是他们的整个这个百分比的增长点，那么差不多现在是走弱了。那第二张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来到了市场上，就是说有多少多少的股票现在仍然处于一个相对牛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数字已经来到的时候50，那么50往往是之前几次就是说中等程度回调的一个低点。那么这一来说，对于牛市来说50其实是个低点，用来买多的地方。然而我们这边连一个像样的下跌还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上的资金不断的去集中到几个大的科技巨头，而其他大量的个股其实在这个地方都早走弱了。那么下面一张图可以看到是利用的是黑天鹅指数，黑天鹅指数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上升，还没有超过140，这种叫压力警戒线。但是整体上大家说明什么？说明有很多的钱在开始准备或者说开始来保护一些尾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了。好，那么回到一个数字上来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关于这个市场上这个市场上我们说跟之前2015年也好，或者说跟2016年也好，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那么这个差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那我们来把这个图稍微大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以当下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市场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是50，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看稍微时间长一点，那么意味着这里是个背离，就是每一次的高点都比它高的情况下，但是它的整个的深度是越来越差。那么尤其到这个位置上已经到50了，那么50我们把50作为一个荣枯线或者说平衡线，大家可以看到大多数情况下在50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市场相对低位了，比如这是个反弹，这里在下，那么我们说极值的话应该是10几，那么这是个熊市，我们在之前牛市的话大家可以看到50是很少被打破的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往下看往下看到什么的时候呢，我们来看2次跟这个次非常类似的，那么就是15年和16年的状态。15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在这个横盘先看15年15年这个横盘有多长时间呢？15年的横盘在这个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之后就出现了长时间的一个横盘，而这个长时间的横盘就是由科技巨头 FANG 他们加上 Nike 加上 Starbucks 这几个进行一个支撑。那么当时的这个情况呢，就能感觉跟现在非常的类似。当时的银行业呢是和小盘走的特别弱，而有危机，而当时的这个咱们说能源板块已经走到了一个熊市的状态。那么跟现在相比的话，大家看它的下跌之前都比50高，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崩溃之前，那么它现在这个地方都比50要高，那么整个这个横盘的过程中，这深度越来越差，跟现在其实非常类似。但是当时是需要一个外力的，当时就是中国的一个汇改出现了一个外力，把整个市场是引发了市场的一个恐慌。而这个时候在恐慌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说市场深度非常差的情况下或宽度非常差的情况下容易引起闪崩呢？就是因为当宽度非常差的情况下，你的卖出就是集中在那些非常大的巨头上，那他们的一个下跌加上本来其他股票就比较差，就会造成市场上出现这种滚雪球的效应，那会让很多的集中的这些钱出来止损，那么一旦止损的话，就会造成指数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跟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像。那么再看的话，就是16年的话也是这样的话，就是它做了一个震荡。其实你震荡到这儿的时候也是50就反弹上去了，那最后呢是一个弱的地方，也是做了震荡之后直接就又灌下来了那当时是耶伦作为美联储主席放的一个鹰派言论还是什么，我忘了。具体的话也是需要一个外力的这么一个变化。那我们现在来看，以当下市场来看，我们可以说现在的话等待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等待的就是它的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外力那之前有朋友也留言了，说这个市场不能这么看，不能看什么历史数据，要看新闻要看新闻炒股。那么如果你是看新闻炒股的也挺好，那你就是那就祝福你吧，就是你就去看新闻，然后呢新闻出来之后根据新闻的这个判断来做也挺好。好，那我们来看呢，这是我们对于深度的一个变化。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黑天鹅指数也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小幅的这么一个上升。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也就是一个秘密，或者说不是一个是怎么说呢，它不能叫秘密的秘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当下市场已经是进入了一个什么呢？进入了弱势，就是只剩几些科技巨头他们在支撑。但是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科技巨头他们的支撑可以维持特别久，就是他们可以还在这里震荡。那么如果他们继续在这里震荡，我们怎么办呢？或者说甚至于如果我判断错了怎么办？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昨天我分享了这个一个复盘，那我跟大家讲一下，那我认为是怎么去应对。好，那昨天那个讲的我这个应对，其实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市场宽度非常差，而且我们昨天 NDX 上涨 95% 来自于3只股票，这是有问题了。那么如果我们要破解它，比如说我们破解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大盘在这横盘的情况下，比如大的科技巨头不涨，或者说甚至于跌都没关系。然后呢，我们的这些小股票纷纷上涨，中小型股票纷纷上涨，市场出现一个大盘横盘扛住的情况，然后个股精彩纷呈，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什么呢？非常多的这个题材有非常多的热点大家纷纷进来交易，然后呢市场上出现横盘放量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就是一个对它的一个破解，但暂时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在横盘的情况下，它横的时间很久怎么办？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布局一个什么呢？布局一个是我们如果布局的是有可能跌，而且是闪崩或者说暴跌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远期的期权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近期你真横盘又磨没了，而远期的期权呢，我选择9月或10月，就是比现在5月份可能5、6、7、8、9可能有5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那么保证在横盘的过程中，我的这个期权磨损相对少一点，而且现在期权的价格相对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相对比较低的地方，我买一个稍微远期一点的期权来保证我们这个期权是仓位是可以拿得住的。然后呢，这样的话积攒一些我做空的仓位保证5%到6%的这样一个仓位。那么保证它这样的话，如果出现一个闪崩，那么真的一个大阴线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在波段上进行一个追也可以什么呢？也可以这个时候就拿住它那它你像下一个闪崩，比如说10%或15%，比如说现在4100多，我们15%的话就是3400到3300或者3400多吧。所以你如果是真的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快速下杀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你的期权就是有一个非常多倍的盈利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处理，比如说卖 put 或者再怎么做都可以。而那个时候的话，那这几的仓位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很不错。还有一种就是你如果是做顺势而为的话，那完全可以等它这里完全走弱了以后，我们再进场进行一个参与，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来换成这个颜色，大家说好，那我们来换成一个什么呢？我们换成一个就是 ES 吧。那么我们换成 SPX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黄色线，这里就是压不住。那么这个地方一旦形成这个箱体，比如说4066的有没有突破或者跌破以后，这个粉色带一贯下去4000以下，它就很可能很快的又下了一块，所以你其实不会亏很多，就几十个点在这儿。那么向下的话，反而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幅度。好，我们开始对于个股的分析和讲解。那么我在讲解之前，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也不是鸡汤了，就是当下市场环境真的是非常不好。那这个情况下，包括我们的这个波段的这个机器人，它这个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机会。那么所以呢，像这个礼拜我基本就是带大家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下这个期货，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如果我们但凡有一个波段比较好的机会，我还是愿意大家做这个波段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感觉到这段时间交易比较沮丧，或者是你觉得这段时间不好做，其实对于空头和多头来讲，这样的走势都是非常伤大家的热情的，会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觉得太着急我觉得就是可以就是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也挺好，或者说来这个时间去学习补充自己，或者在家磨刀，对吧？就是都非常好。好，那我们说完这个之后，我们来看一眼就是首先看一下个股。个股的话，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话，先说基本面。在基本面上，这个地方吹的有点大，吹的大了以后呢，它的资金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AMD 如果和微软合作的话，虽然微软否认了，我知道，但是这个地方透露着市场的一个信息，就是英伟达的这一个地方，就是 AI 的这个布局，或者说 AI 它的算力会受到了 AMD 的一个挑战。那么 AMD 之前是挑战英特尔，那么我们也不能说把英特尔摁趴下，因为英特尔的市占率也是远大于 AMD 的。所以那么这个地方又马上要 AMD 要挑战英伟达的话，那么对于英伟达来说肯定不能是利多呀，因为英伟达这面是 pricing 或者说预期了非常多的咱们说未来的一个利好。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从这个基本的走势上来看，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上涨的力度的一个衰竭，也就是背驰。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顶部的这个结构已经完全出来了。那么顶部的结构完全出来之后呢，我在这里面今天是提前布局了一些240的这样的看跌期权，大约是7月和8月那么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布局，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上还是左侧，我要等它趋势出来之后，我们才会开启比较强的右侧的一个交易。比如说这个趋势下来之后反抽不过再向下那这个后面再盘整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右侧交易的一个机会那么暂时还没有看到，所以我先布局一个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前头说了，万一出现闪崩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我们的这种小的看跌期权离得稍微远一点的，
那么有可能会是以小博大啊，就单车变摩托，对吧？5分变1罐的这么一个可能，非常有可能这么做。所以我们不要放很多的钱，就是做一个小的一个布局，等到右侧的时候，然后再进行一个顺势的操作。好，那么这是英伟达。好，那么相反的，咱们说到它的这个新的竞争者，或者说我们说 AMD， 那市场有人说它不是，或者说你跟我说公司怎么样，不是这么回事，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市场的价格就是市场交易者他们认为怎么样来决定的。我们仍然看到这是很长时间画的红色线啊，那么之前的一个高点形成了卖压，它就会形成记忆，那么在现这个位置上还会形成卖压，而且以 AMD 的它这个特性，就是我长期交易它的特性，它没有那么飙，就是它几根大阳线给你冲出去了，不会，它都会出现一个阳线多了就会出现一个缓慢的横盘，所以我还期盼它说，如果它能在这里形成一个箱体震荡，就是80在100之间形成箱体震荡，那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所谓的高抛低吸的动作，对 AMD 进行下来之后再进行一个加仓，而上去之后呢进行一个减仓。那么如果突破的时候，它只要带着利好突破，实质性利好突破，那我们就进去就可以了啊。这是 AMD。 好，那我们说完 AMD 之后呢，我们再看就是当下市场中，我们说一说 Google 的话，我在前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说到这个了，就是 Google 这个地方是带量一个突破，为什么？因为大家太不看好 Google 了，所以 Google 现在的估值也好，或者说 Google 现在的定价也好，其实是极度低估的啊。当然你有你的认为，你可以认为它是高估都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位置上市场发现它没有那么差，而且在技术上仍然是不错的情况下，它在这里就会形成一个突破。那么我们的买入呢也不用特别着急，它在这最好是盘整，如果大盘真不行的话，它只要这里不形成假突破，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区间内这个附近区间内我在等待等待我的下一个机会那么可以再来考虑 Google。那么说到特斯拉的话就是比较复杂一点，那么特斯拉我对它的操作呢是一个期权的操作，那么期权的很多问题呢，那我们以后可以有新的课程再跟大家见面。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期权现在是这样特斯拉首先它的期权它的价值特别的低，它的百分比是非常低的情况下，我们呢是在这个低点附近或者说向上的过程中去买了一个远期的 put， 然后呢这个完成了以后，然后在上涨的过程中买远期 put 以后，然后在下面的低点的过程中是买了远期 call， 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叫做 debit 的这个 spangle。 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有非常多的套牢盘，或者说这个地方是套牢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买盘，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筹码上的一个交换，那么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比如说很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说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大的下跌，那么这两个块全部都是套牢盘，那么它的下跌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巨大，那么出现这个比较大的巨大，你下那个 put 就会比较多。那么我们下什么时间的 put 来对抗我们说时间上的一个磨损？因为我看很多人留言了，说什么你双开这里就磨损，一横盘就没了，那么你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没有对期权真正理解，就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我们很简单，在时间磨损上它不是线性的，就是西塔，多说一句，西塔的时间磨损不是线性的，就是每天都磨一样的，而是以一个倒抛物线型的，也就是当最后的一个礼拜它的磨损是远超过其他时间的，所以你在下的时候至少要下到9月以上的时候，9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8月以上或者9月以上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又对它进行稍微下面和上面一点的一个布局，也不是说一定要到210或130这样的位置，而是说它一旦波动起来之后，通过期权的重新定价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性价比非常高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判断就特斯拉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没有确定性特别强的机会的话，那干脆就不做。因为什么？因为这两块是出现了筹码混乱，或者说我们在出现了交易上的一个混乱，所以上攻的时候会有人向下置换，它就上不去。那下降的过程中反而空间什么？这个底下的空间是镂空的，它就容易向下走大阴线。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向上是不是向上的话空间置换就会困难，向下的话就容易走大阴线，那么这个位置上其实是偏空的。但是为什么就没有直接下 put 呢？因为很简单，特斯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司，它很容易出一个催化剂，那么如果一旦这个地方快速冲上去的话，那么这些就不是套牢盘了，那这些就是获利盘，而获利盘和套牢盘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获利盘在这个位置上反而就不愿意卖了，大家想想自己那种心态，
当你获利的时候，你反而吸售，你不愿意收。那么这个注意，这个不光是散户的心态，交易机构心态跟散户没什么区别，也容易出现吸售，反而这个吸引了整个市场的火力，会有大涨。所以这是特斯拉股性它决定的。所以我对特斯拉这么一交易是进行双方的一个长远一些的一个双向布局之后，我根据它出来之后，我还会有新的动作，比如说再冲上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正股的操作，还是或者跌破以后，那我在某一个价位再去卖一些 put， 或者对吧？然后准备在这个低位接股都可以。所以说就是特斯拉，我是现在做了一个通过，因为它期权很便宜，对吧？那么当然朋友要问那具体怎么看怎么操作，那今天我没有时间去来讲，那我们会以课程的形式，那么已经今年一直在写，我希望通过以课程的形式，用这些案例来分析，把整个的期权的概念全部揉到我们实战中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最后就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类似的这样一个交易，这样一个操作。所以这是关于特斯拉，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整体上我来说，从性价比上来说，向下的空间一定是容易，因为它的市场阻力小，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那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另外一只股票，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饮料股啊，这个叫这个 Celsius 这个地方，大家看啊，非常漂亮的一个买点。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大的圆弧底之后的一个 VCP， 对不对？是 VCP 的这个模型也好 ，Cup Handle 模型也好，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买点。那么在当天的出财票之后，大家看到营收预期营收是219还是117，直接给出260。那么这可不是这不是小的 surprise， 这是 big surprise。然后呢，大家看它的这个营收啊，年增长都将近100%呀，年增长啊将近100%，年增长100%以上的股票的估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一个公司可以增长100%，且能维持很多季度，它就是值。所以说它通过这样 big surprise 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圆弧底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 VCP， 或者说 Cup Handle 的买点。那么盘后差不多就是115这个地方进，正好是这个地方突破，那么你就无非跟着它走就行了。如果它跌破或者说再拉回，它就是做震荡，那么在底下再吸，那整个公司的基本面非常 solid， 而且这个走势也非常强。因为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公司的这个音频，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我的这个是有一个 filter 掉了，对，就是这样的。这个公司当然不是广告了，就是我个人觉得是有些理念炒作也好，理念也好，但是它的走势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最后我再说一下PayPal啊，就是说 PayPal 在这个地方是做空了，而且是追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财报出来之后真的是一般，然后市场反应又非常剧烈，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68止损向下做了 put， 大约50%盈利就收了。这个地方你不要去尽量，我跟大家说啊，有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喜欢抄底，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位置上是刚跌破，那向下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里全是套牢的要往下灌。虽然 PayPal 也没有那么差，但是它确实也不值钱。就是说，你看它的这个营收各方面还可以，但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增长是非常的弱。这样的一个增长非常弱，加上它给出的指引确实比较悲观。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我们整个的金融板块现在承担的压力非常大。还是那句话，向下的阻力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市场上容易跌。所以如果我们要这么看的情况下的话，不要去轻易的去抄这样的垃圾，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弱势股，你不管多喜欢或者怎么样，加上我本来就是 PayPal 的一个用户，或者说 PayPal 的一个受害者吧，我觉得他们不管从服务啊，还有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产品上，我都觉得特别不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个烂公司。但是很多人喜欢，你就愿意去抄底。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到底抄到什么地方是底呢？然后一个反弹你就卖出吗？所以我觉得就跟小型银行股一样，你要小心它下面的这个深渊式的这么一个，其实它仍然是逢高做空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向下的空间仍然是巨大的。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如果价格有记忆的话，那么之前的这个地方60-70是有记忆的，是。那整个这一端涨下来的时候，大家看这就是17年涨上来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它的记忆是比较弱的，所以你再往下的话，你比如你可能就要奔30-40去了。
那你能否承担，或者说你去交易它？那你向上的话，你到底多少能卖出是合适呢？其实也很难办，因为这里也是个头，你还不如等它翻上去之后再往上冲。咱们作为一个稍微右侧一点的交易也可以，所以就是对 PayPal 来说仍然是一个偏弱，而且整个支付板块和金融板块一样，是资金大量流出的，同时这是我们市场上一个雷，可能要出雷的地方。所以那么这个就为什么资金都集中在大科技，就是因为大科技在这段时间显得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风险比较低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就是我们分析是靠数据说话。那么既然数据是这样的话，证明什么？证明就是现在就是资金的一个行为。至于你怎么想的，或者说我怎么想的，那真的是一文都不值，那对吧？所以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就是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加入我们 Discord 群啊。那么平常每天都有复盘分析，还有每天跟大家聊天，对于市场的观察，这样就比较实时的。那如果要是你没有时间或上班族的话，那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不要忘了分享、点赞、转发也挺好。我们每周呢都把数据花了很多时间去读研报、分享数据，然后做出来的策略来分享给大家。付费内容免费点赞，希望大家能下周有好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